如果摩天大楼着起大火，切记千万不要坐电梯逃生。这群人一窝蜂涌进电梯里，结果中途火势阻挡电梯下降，密闭空间瞬时变成烤箱，鞋底被烤化，脸被烤成焦炭，最终电梯里全部变成熟人。这是2012年的韩国电影《摩天楼》，一栋位于首尔的最高大厦刚刚落成，无数名流还在派对欢庆。突然，窗外的直升机遭遇乱流，在2栋楼之中失控旋转，直接撞上了摩天楼，破碎的玻璃刺伤数人，最后径直冲入中间楼层，飞机瞬间爆炸，熊熊大火喷涌而出。消防队收到警报立刻出动，而大楼的喷水器仅冒出一些水花，便不再有任何反应。原来今天消防系统出了故障，而为了全力准备晚上的派对，安保人员竟然选择忽略，结果怕什么来什么，现在真出事了，消防系统却无法正常工作。消防队长本应在家中陪伴老婆，但这次事件非常重大，他只能义无反顾，选择和队友一同前往。此时大楼的人们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惊慌失措，吓得四处逃窜。由于火势发生在高层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坐电梯下去。尽管广播不停地播报不要乘坐电梯，但此刻人的大脑已不受控制，谁能挤进这班电梯，似乎谁就能立即生还。电梯门一开，一群人蜂拥而至，为了自己能进入电梯，甚至把老人直接推了出去，还大义凛然地告诉电梯外的人，只有先下去了才能上来救你们。殊不知这一趟将是有去无回。电梯下到一半戛然而止，此时的电梯已被大火团团围住，高温将鞋子融化，脸和手被烤得滋滋作响。就这样，上千度的高温直接把电梯里的人全部烹熟。消防队此刻终于抵达，但上楼的通道已成火海。由于火势太猛，完全无法阻止，所以首要任务是控制起火点。这边身为酒店主管的女主带着一个小女孩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爆燃，周围全是被火烧伤的痛苦面具。局长还在义正言辞地讲话，不会让任何一个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。然而镜头一转，一个全身是火的人砸到地上。消防员此刻已到达起火点，火势像要随时吞噬一切，不给人半点机会。消防员奋不顾身冲进火海，引导火势向外蔓延，并让机油完全燃烧，从而控制住起火点。接下来就是帮助困在餐厅的人逃离，这是比起火点更难以进入的地方，因为周围所有逃生入口全被大火包围。大楼的会长为了减少损失，决定启动防火墙。要知道，该墙一旦启动，被困在大楼的人们将会和大火一起被隔绝，可能无一生还。会长不顾周围人的阻拦，强行按下了启动键。防火墙由高强度的钛合金组成，想要进入，唯一的办法只能爆破，这也给消防员救人造成了极大困难。这时，消防一队接到通知，需要立即赶往72楼，解救呼吸困难的受难者，而眼前还有很多人要救，却突然被要求跑往高层，简直就是浪费宝贵时间。带队长一行人来到72楼，宽敞明亮的房间没有一丝烟雾，只有2人1狗正襟危坐，原来是国会议员和他的老婆。议员还无情地指责队长来得太慢，让他们好好反省，这让队长彻底无语。这时，楼下餐厅的墙体已经剥落开裂，整层楼即将坍塌，这要比火势来得更快，危险系数直线攀升。突然，女主发现窗外有升降机，于是众人纷纷跳进去。为了能进入比较安全的楼层，大家齐心协力摇动升降机，撞破玻璃后，找准时机跳进大楼。还有一些人没来得及，跟随升降机一起掉落楼底，但待在此地依然十分危险，要想办法进入旁边的大楼。在数百米高空，一座天桥连接着2栋摩天楼，而高温和爆炸已使这座天桥变得无比脆弱。逃生的人群要通过这座桥跑到对面才能安全，但想要过去谈何容易。小女孩走到一半，脚下玻璃就发出了碎裂的声音，她害怕得不敢动弹。而身后一个酒店高管顾不上这一切，为了逃生独自向前跑去，顺手推倒阻拦她的孕妇。果不其然，高管脚下的玻璃炸开了花，瞬间整座天桥断裂，发出闪闪金光。小女孩被消防员及时抱走，而其他人被困在了原处。这时总台预测大楼将在不久后倾倒，会危及到旁边的建筑，只有强制爆破才能将损害降到最小。但此刻大楼里还有很多被困人员，想要拖延大楼倾倒的时间，只得将存有800吨水的水箱开启，让其减轻负重。队长来到水箱边上，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过后，水如山洪爆发，势不可挡，将还在蔓延的烈火顷刻扑灭。大家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。这边没着火的大楼，天台上只有1架直升机前来营救。议员一家3口不慌不忙向前走去，小女孩也万幸被救了下来。很快，爆破组进入快倒塌的大楼，将装置设置完毕，现在就剩下降到安全的地方，等待爆破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电梯坠落到底层，但不确定制动装置是否还能正常运转。如果停在着火楼层，又将是板上烤肉。现在只有赌一把了，这速度和跳楼机完全没差。在经历了10几秒的失重感后，电梯果然停在了火堆里。消防员小胖急中生智，让大家不停地起跳，使电梯继续坠落。好在众人齐心协力，电梯暂时停在了该停的位置。但由于本就摇摇欲坠的滑轮，能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
电梯再次坠落，而女主等人没能上去，坠入了地下室。为了救出剩下的人，队长带人再次进入水箱，试图通过爆破蓄水池把地下室的被困人群冲进汉江，外面派救生船接应。就在队长跨过电梯井时，引爆装置的遥控器不慎掉落井底，想要拿回已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手动操作了。他装好爆破装置，就在跟随队员一起跑向安全通道的时候，门被关上了，锁也死死地扣住。队员吃惊地看着他，队长这才说出遥控器掉了，只能自己去引爆装置。在与队员告别后，他给妻子录了人生中唯一一条语音留言。或许肩负重任的人总是擅长告别，他们不会华丽的辞藻，但会温柔坚定地对待每一个所爱之人。影片最后，队长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启动键，整座大楼也在顷刻间倒塌。